在相亲这个圈里啊，你要是混久了，你就特别容易犯迷惑，你就想不明白有些人脑子是怎么想的。有一姐妹儿昨天相亲啊，带闺蜜去了，没成想人男方想找闺蜜了，嘿，找我哭有啥用？那不你活该的吗？昨晚有一对相亲男女啊，第一次见面，特别有意思啊。男方95年的，在银行上班啊，这姑娘是97年自己开了个奶茶店。这姑娘吧，相亲就特别不好意思，怕尴尬嘛，就喊了一闺蜜。人98年的小学老师啊，临去之前还现嘱咐闺蜜啊，别化妆，朴素一点。人闺蜜听了呀，穿了一身运动服去了，这不去没啥，一去，哎呦完蛋了。因为这姑娘特别爱吃料理嘛哈，这男士就找了一家很不错的东南亚菜馆。晚上7点多了，男士到的时候，这姑娘正好去了卫生间。哎呀，她来了就以为这闺蜜是相亲对象啊，一看人闺蜜穿着朴素，也不化妆，和以往的相亲对象这完全不一样啊。哎呀，又清纯又好看，好感大增，这内心啊特别满意，赶紧上前自我介绍。这闺蜜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这是搞错了啊，赶紧解释啊自己是女方的朋友，这把男士给整得很尴尬。不一会儿这姑娘来了啊，就解释说呀，这闺蜜啊正好路过，就一起过来吃个饭，问她介不介意。人男士嘴上肯定说不介意啊，这心里啊指不定多少个草泥马过去呢。哎呀，这抬头一看呀，相亲对象个子不高，化了个大浓妆，说话还有股社会风，远不如人家这闺蜜啊。后来这仨人都想着相亲嘛，都在桌前聊聊看看啊，忍也得忍呐。点菜的时候，这相亲姑娘呀，呼哧一下就点了6个菜，闺蜜在旁边啊就劝着，哎呀少点点，吃完再要吧。这姑娘说没事没事啊，又点了这个店里的一些小吃和饮品。男士看了多少都觉得亏啊，带点火气啊。这姑娘呢一开始啊，她就没看上男士，觉得男士打扮有点土，个子也不高，不是她喜欢类型。吃饭的时候的态度比较冷淡，不怎么说话。哎呀，还一个劲儿让闺蜜出面啊，没法，人闺蜜怕冷场啊，就跟男士在那唠嗑。结果两人是越聊越投机啊。这相亲姑娘她本身有点看不上这个男士，就没怎么搭理，一个劲儿的吃饭刷手机啊。偶尔呢就不跟男士聊聊，问他一个月工资多少钱，男士就说啊自己一个月到手8000。哎呀，这姑娘一听啊，就表达说啊自己20岁的时候就已经年入10万了。这话让男士啊都觉得是有点暗讽自己收入低啊，他就面特别下不来，就开始讨厌这相亲姑娘。人家闺蜜就很懂事啊，听了之后就打圆场，哎呀，说这事业单位啊，这工资虽然不高，但是人待遇好，对吧？这姑娘听了就怼过去啊，单位好有什么用啊？那赚的钱都不够生活费的，以后啊还得吃灰。说完之后又去玩手机去了。反正最后啊，这男士和这闺蜜聊天去了，相亲姑娘就没怎么搭理。结果两个人可能无意之间啊，就问起男方家里是做什么的。人男方说啊，这父亲是做生意的，家里好几个商铺啊，等着要打理呢。这一句话啊，旁边的相亲姑娘两眼放光啊，和之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特别的热情，赶紧打断呀，不让闺蜜和她聊天了。这要是给抢去了，那不完蛋了。中间就不断的插话，说自己的三观和男方哎呀很合适等等，可以互相再了解看看。男士就已经很反感她了啊，不怎么搭理，就跟这闺蜜聊的那是热火朝天的，整得这姑娘在中间老尴尬了。最后呢是吃的差不多了，男士记账，哎呀这一结呀1000多块钱呀，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，但是面子搁那儿了哈，还是把钱付了。这姑娘的闺蜜啊就特别有眼力劲儿，看得出来这男方不愿意啊，就主动加了男士好友，给男士转了800块钱啊，说这第一次见面啊，3个人 AA 啊比较好。行了啊，俩人加上好友了。这相亲姑娘就不愿意啊，就一个劲儿的把闺蜜往后扒了，不让她付钱。男士去开车了，一看是个宝马，哎呀，这相亲姑娘就特别的积极的要坐副驾，但男士不让闺蜜坐，把这姑娘给气的呀，就生气嘛，说有事我就不坐车了。男士是二话不说，一脚油门拉着闺蜜就走了，把这姑娘气得直跺脚啊！哎呀，半夜得11点了吧，给我打电话，一会儿说这闺蜜的不是，一会儿又说这男士的不是，一会儿又后悔，哎呀，怎么带闺蜜出来了？整得我是一点好脸色都没给哈！你说你自己势利眼就罢了，还埋怨别人，相亲带个闺蜜干啥呀？我看你脑子只装了个进水管，忘装排水管了吧？他说呀，哎呀，我也没想到这闺蜜能挖我墙角啊！我一听你可拉倒吧啊，能挖动你墙角，那说明你本身就是个豆腐渣。事已至此，你就别阻拦人家和你闺蜜发展了，对吧？成了，哎，送个大猪头给你，感谢你吧。被雄狮征服过的人，怎么可能看得上野狗？有一位姑娘来找我交对象，92年的，身高大约有个160啊，体重100斤左右，素颜有个7分，学历大专，月收入1万多，私企销售。她的择偶要求没有具体到车房年收入，而是要求男方啊情商要高，有出众的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，可以征服她。哎呀我的娘啊！听完我就跟他说啊，你这择偶要求可不行，你得具体一些。他就给我举了2个例子。这第一个呢是前任啊，89年的高材生啊，知名企业的中层管理，年收入在80-90万。两人同居了2年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啊，人男方呀不同意他见父母，两人呢就因为这个事情争吵了起来，分了手。这第二个案例啊，就是有一位年收入几百万的男人在追她，男方是82年的，年龄比他大了10岁，但是有钱呀，追她的时候舍得给她花钱，出门啊车接车送啊都是豪车，给她呀买了很多的这个品牌包、化妆品、首饰等等。
这谈了刚2个月，男方是越来越冷淡，提了分手。说完这2个案例之后啊，他就跟我说，你看，你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追我的和跟我谈恋爱的男人的条件都是很优秀的。如果我找一个不是优秀的人和我结婚，那结婚之后啊，我一定不会给他一个好脸的。哎呀，听完我就问他，你有想过这2个男人为什么不跟你结婚吗？他说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我。我问他，那你告诉我，你要找的优秀男人什么样子？他说呀，如果男人的收入也就2-3万，就意味着是很一般的水平。听到这我打断他一下，2-3万，你知道月收入能达到2-3万的人，放眼整个中国的占比是有多少吗？恐怕连5%都不到吧。他说有多少也不重要，他想要找的这个男方啊，年薪起码100万起步，工作体面，房子全款，年龄在35岁以内，还要有气质的。哎，听完我是真无语啊！这种条件的男人在相亲市场上都是被抢的，还能轮到你32岁捡漏吗？他说我可以给他做老婆，我可以照顾他呀。哎，听完水里的王八都得给呛死。比你年轻、比你漂亮、学历比你高的女人一大把都想要嫁给他，你凭什么又觉得男人会选择你啊？他又搬出那2个例子，认为啊，我是被有钱人追过的，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，如果找不到那就自己过，等到了35岁再找个40多岁有钱的，总能找得到吧。我说你能不能找到我不清楚，但人40岁的啊，人眼不瞎，家庭条件好的，有全款房，年收入100万以上的，长得还不错的，大概率啊不会接你这个盘的。说点现实的，有不少姑娘曾经被有钱人追过或者谈过恋爱，她会在谈过有钱人之后，会认为自己啊是属于这个层级的，她是能和这个类型和这个级别的男人进行匹配的，低于这个级别的她基本都看不上。婚恋市场上都没有傻子的，何况是有钱人。那有钱人选择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人和你走到最后啊？当然这2个男人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，那前任你就应该很坦白的告诉人家，我就是玩玩，结婚我是不会选择你的。年薪100万的男人呢，应该告诉他啊，你的社会地位是不可能让我来娶你的。我真的不敢去想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个姑娘的结果是什么？年龄会越来越大，皮肤会越来越松弛，在这种需要条件交换的相亲市场上，选择权只会越来越小的，找对象越来越困难。被雄狮征服过的人，他怎么可能看得上野狗啊？现在婚恋市场上歪风邪气的都是给那些毒鸡汤给灌的。有一位99年的女孩子来找对象啊，私企上班，一年有个3-5万的收入。她的择偶要求就想找一个有稳定工作，一年也能赚个3-5万的，脾气温和的男孩子。这择偶要求啊，算是比较正常的，有没有房子都不重要，知道赚钱攒钱就可以。谁知啊，旁边就有一个老鼠屎啊，88年的二婚女人啊，上来就以教育的口吻说这个姑娘傻呀，这年头嫁一个一年5万的够干啥的，家的都养不起。我要有你这个年龄啊，年薪30万以下，没房没车的我都不考虑的。人姑娘就反驳他说啊，我觉得2人一起努力，什么都会有的。哎呀，你猜这大老娘们说啥啊？我都离过婚了，没钱你都得喝西北风的。听到这我是气不打一处来啊，没钱你自己赚呢。他说我是女人，为啥子要赚钱啊？听到这句话，二话没说，直接给送出去了。许愿找错门了吧你？现在谈恋爱啊，男人要给女人买东西、送礼物、吃大餐、发红包，不做这些的就是不爱她。累了一天呀，回到家里还要哄你，不哄女人就是真难挨呀。稍有意见不合的就是下头男，一边花着男人的钱，一边还理直气壮，生气的时候把男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，男人还不能还嘴，你跟我讲理儿，你就是不对。找对象呀就要高富帅，男人身高低于170啊就是残废，择偶要求一个比一个高啊，自己身高1.5米，非要找个1.8米的男孩子，自己月薪3000啊，看不上人家月薪2万的。哎呀，这都是被毒鸡汤给灌的。网上的视频，2婚3婚都能嫁给多金的富二代，对他又是洗脚又是做饭，40多岁还能遇到刻骨铭心的爱情啊，送车送房送钱的。你也不想想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，现实就可能这样吗？那就算是有好事，还能轮到你吗？就是这些毒鸡汤呀，让那些有对象的都开始挑剔自己男朋友不够好，总觉得世界上男人那么多，分了手离了婚还能找到更好的，认为网络上啊炫车炫表画大饼那些男人非常有魅力。本来平淡安逸的生活也被折腾的是鸡飞狗跳的，没对象的就每天活在梦里找对象的。全国14.1亿的人口，有13.45亿的人口的工资都在5000以下，这就是真相。家里穷的没个镜子，都不知道自己照照自己，要啥啥没有，欠着花呗信用卡的，怎么有脸提这么高的要求啊？可怜有些男人收入不高，只能拼命的对女孩是言听计从，像个舔狗一样讨好自己的女朋友，只要女孩想要就想尽办法去满足。他以为自己做了这么多的牺牲就能够挽留住，谁知啊，人算盘打得可叮当响，你早已成了人家的备胎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女人竟然还玩起来攀比。我闺蜜男朋友给她买了一个2万的包，你必须给我买一个3万的，谁出了20万的彩礼，你不能低于30万。他家的房子500万，你得给我买个800万的。
你爱不爱我呀，就得看你舍不舍得给我花钱了。再看看现在电视剧里都演的什么玩意儿啊？有钱多金的霸道总裁爱上了相貌平平、能力还一般的灰姑娘，再引来好几个富家公子哥一起争风吃醋，就是为了能博回姑娘的芳心啊。同样的剧情，换个演员和名字，年年拍天天演。现在的女孩子最爱看这种脑残剧了，看着看着就幻想一堆人能够追着她了。看剧不可怕，怕的是你把自己给当主角了。那些毒鸡汤真的会让人脱离实际，忘了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。这个世界上也根本没有完美的伴侣，有钱的他可能不顾家，浪漫的他可能会花心，老实的他可能会直男。真正聪明的女人啊，知道好的婚姻啊是两个人相互体谅，齐头并进，想要过好日子就得少听毒鸡汤。下回啊再有这种唧唧歪歪的啊，王八直接关门给送出去。